大家好，欢迎来到末路狂欢。今天咱们介绍一部韩国的悬疑惊悚片《没有秘密》。女主妍红和丈夫钟灿是一对恩爱幸福的夫妻，女儿敏珍活泼可爱。钟灿自从转行涉足政坛后，红的是风生水起，眼下正是他参选议员的关键时刻。而钟灿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位排行老二的卢官员。这天，女儿告诉妍红，她要和同学惠子一起去上美术课。出门前，妍红还特意让女儿留下了惠子的手机号。议员选举拉票的这天，妍红在户外帮丈夫做宣传，忙了整整一天。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后，却发现女儿不见了。妍红立马拨打了女儿留下的那个手机号，没想到的是，那竟是个空号。妍红将这件事告诉了钟灿，此刻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因为他正在为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敏珍出入夜店的负面消息感到心神不定，这会让自己努力已久的支持率前功尽弃。这一晚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心急如焚的妍红在外边找了一夜无果后，只能选择报警。然而警察告诉他们的是，除了昨晚发生在郊外的一起车祸外，近一天来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而车祸死者是一名男性，看起来这与女儿失联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有一个叫美玉的女生与女儿敏珍通话比较频繁，妍红随即找到美玉，而美玉却说，昨天白天敏珍一直跟她在一起，直到晚上才被一辆白色小车接走。由于灯光太暗，没能看清车牌号，妍红还意外地在美玉的手上看见了敏珍的手表，然而美玉却说这是自己的。妍红疑心重重地来到学校老师那了解情况，老师却说美玉和敏珍的关系特别好，按理说她是不会对敏珍做伤天害理的事的。回到家，妍红想从敏珍的邮箱获取一些线索，登录账号后，竟意外发现平日里乖巧的女儿跟社会上一些不良少年有来往，除此之外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而女儿失联一事也严重影响了钟灿的支持率，有人觉得他连女儿都管不好，更不可能做好工作，也有人认为他不去寻找失踪的女儿，反而继续竞选，是一个冷血之人。妍红再次来到学校，找到了女儿失踪当天值班的孙老师。孙老师表示，自从敏珍转到这个学校后，就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美玉是唯一一个和她玩得不错的人，所以美玉应该没有嫌疑。后来妍红又把怀疑对象转向了丈夫的竞争对手卢先生，而警方却以无凭无据为由婉言谢绝了。为了尽快调查出女儿失踪一案，妍红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还刺伤了自己的手掌，恐吓官员。由于丈夫在竞选中处于下风，很多人都不愿意帮忙解围。就在案件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却在郊区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正是已经失踪10天的敏珍。消息传开后，钟灿的支持率反而突飞猛涨，大家都同情这个失去女儿的钟灿，而政客们见此也纷纷参加了敏珍的葬礼。丈夫的势在必得反而让妍红觉得事出有因，她甚至怀疑是丈夫为了博取同情故意杀害了女儿。当妍红再次打开女儿的邮箱时，竟发现有一个邮箱经常给女儿发考试题目，而那个邮箱正是孙老师的。自从收到孙老师的题目后，女儿和美玉的成绩就一路飙升。她随后就找到孙老师挑明了这件事，并质问孙老师为什么要给两人提供考试题目。可孙老师却随口说了句，只是因为喜欢这两个孩子，仅此而已。另一边，美玉因为鞋子上沾有敏珍的血迹被带到了警局，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表示那是敏珍不小心摔倒时留下的。而除此之外，警方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美玉就是杀害敏珍的凶手。妍红突然想起女儿失踪当晚郊区发生过一起车祸，而车祸地点就在女儿尸体被发现地的附近，因此妍红来到了车祸现场，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却突然被一个人偷袭。幸好丈夫及时赶到，她才有惊无险。原来那个人并不是杀害她女儿的人，而是一个反对钟灿当选的官员，而网上那些关于女儿的流言蜚语也是出自他之手。后来妍红还通过女儿的电脑里的演出视频找到了女儿的同学小胖。小胖告诉妍红敏珍和美玉之前排练的地方。当妍红来到排练室，并意外发现了一个装有巨额现金的塑料袋。美玉见事情败露，便一五一十地说出了敏珍死亡的真相。原来2年前，敏珍无意中得知了父亲和孙老师出轨的消息，为了报复孙老师，敏珍跟美玉在一个车载汽车净化器里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作为礼物送给了孙老师。没想到这个摄像头却拍到了孙老师的不雅视频。
于是两人就用这个视频威胁孙老师，为他们提供试题。就在前不久，敏珍突然得知，如果父亲竞选成功，敏珍就会被送到国外上学。因为放心不下家境贫困的美玉，便想出了敲诈孙老师1个亿的歪主意。没想到这一次把孙老师逼急了，竟然雇人撞死了敏珍，而一旁的美玉目睹了全过程，并伺机撞死了杀手。事后美玉拿走了杀手的手机，并将敏珍的尸体埋在了树林里，而后就有了警方所说的肇事逃逸。敏珍遇难后，美玉担心自己会遭到孙老师的报复，并提前写好了遗书，即使自己被害，真相也能大白于天下。严红带着美玉给的杀手手机和孙老师的不雅视频找到了孙老师，才得知杀害女儿的是另有其人。然后严红回到家，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预祝丈夫选举成功。选举这天，钟灿以绝对的优势胜出。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激动的钟灿却接到了孙老师的电话，表示还有一个人知道了他们的丑闻，这个人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他。钟灿如约来到指定地点，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严红。那天孙老师交代了所有的来龙去脉，其实那个不雅视频正是孙老师和钟灿的。当敏珍以此敲诈他1个亿时，他便告诉了钟灿。出于报复，孙老师并没有告诉钟灿谁是敲诈勒索之人。专注选举之事的钟灿无心深究这件事，就直接雇佣了一个杀手除掉了这个敲诈犯。直到女儿的尸体被发现，他才知道自己雇人杀死的敲诈犯竟是自己的女儿。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假装不知道，并利用女儿的死骗取民众同情，获取了更多的支持率。知道真相的严红气得发疯，将钟灿狠狠地打了一顿。钟灿看着女儿被害的照片，内心也是愧疚不已。严红看着眼前这个杀害女儿的凶手，内心五味杂陈。最终严红没有杀死钟灿，而是将不雅视频发给了竞争对手卢官远。在严红心里，对钟灿最好的报复就是让他身败名裂。严红将钟灿丢在路边，来到埋葬女儿尸体的那个地方，摆上了女儿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此时美玉正好来到了这里，神情恍惚的严红误以为是女儿敏珍，紧紧地抱着美玉。影片到此结束。整部电影像是一个微观社会，把每种性格上的阴暗面无限放大，这种心理上的惊悚反而让人细思极恐。严红一个痴癫、心酸、隐忍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家庭里，失去了任何一点就会陷入癫狂，这是我们在现实中最讨厌的典型。父亲钟灿则是个沉迷在权力关系里的自私男，自尊心和欲望都很强烈，这些企图远远超过了生活正常的范围。父亲的合作伙伴们言语轻佻，行为诡异，以自我为中心，是一帮只注重利益的乌合之众。美玉看似纯洁懵懂，却是假借友谊名义实行报复的善尽女孩。孙老师因为一时的纵欲，换来了无休无止的敲诈和骚扰。敏珍看起来善良无害的女孩，却有着堪比成年人的狠毒。这部电影里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一场悲剧：误杀亲生女儿愧疚的父亲，痛失爱女伤心欲绝的母亲，得知父亲出轨失望的女儿，亲眼目睹好友被害的美玉，被威胁敲诈的孙老师。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以为他人不知道的秘密，当所有的谎言被揭穿，那就酿成了一处无法挽回的悲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喜欢的就点赞关注一下，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